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100多年前，曾经有一场快被遗忘但影响深远的战争。那个时代的两个天才，因为技术路线的不同而发生着碰撞。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，再看看这1个世纪以来出现的新技术，能否把这个选择做得更好。19世纪后期，托马斯·爱迪生开始推广他的直流输电网络，从发电机到输电线路到用电器，都是100到110伏的直流电。那个时候的用电器只有电灯和直流电机。后来，变压器和交流电机的推广，使得尼古拉·特斯拉的交流输电网络加入竞争。结果，交流电全面胜出，一直到现在都是输电网络的主力。这个事件史称电流战争。中学学过，交流电可以很容易的经过变压器来高效的提高或者降低电压，这个特点就是它取胜的关键。咱们来用具体数字计算一下，假设一个发电机能提供100瓦的电，从发电机到用电器之间来回的电线，电阻有 0.1 欧姆。如果传输的电压是10伏，电流大小就是10安，那么电线消耗的功率就是10安乘10安乘 0.1 欧，等于10瓦，也就是损失了 10%。如果传输电压改成1000伏，电流大小是 0.1 安，那么电线损耗的功率是 0.1 安乘 0.1 安乘 0.1 欧，等于 0.001 瓦，损失减少到 0.001%， 高效的多了吧？对于交流电来说，从发电机出来的电可以经过变压器升压，传输到用电器的时候，再经过一个变压器降压，这就降低了电线上的损耗。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线圈之比决定了电压之比。如果次级线圈是初级线圈绕数的100倍，交流电经过之后，电压就到了100倍。变压器的绕数可以非常悬殊，比如特斯拉线圈，初级一般就2-3圈，次级可以做得非常巨大，绕数高得不得了，上百万伏都能达到。现在常见的输电网络会有10万伏甚至100万伏，到达城市变电站转成几千到几万伏这个级别，送到工厂和家庭附近，再转成市电的电压，供用电器使用。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市电因为历史原因基本上有2套标准，北美的100到120伏60赫兹，以及欧洲的220到240伏50赫兹。现在的家用电器种类和用途已经远超当年，大部分要的实际上是低压直流电，不同电器需要的电压还不同。一个简单的转换方法叫做线性电源，先经过变压器得到低压交流电，然后整流成低压直流电。交流电能方便的变到不同电压的特点，在这两端都得到了应用。当然，交流输电也不是十全十美，这里有几个明显的问题。第一，极负效应使得交流电只在接近电线表面的地方流过，中间面积再大也是浪费，输电容量大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遇到瓶颈。第二，家庭用的交流电是单向电，一条零线一条火线，中间的电压正弦变化，功率也是正弦变化。工业用电是3向电，3条线之间的任意2条相位差在120度，这样能提供恒定的功率，但因此也需要3条线、4条线甚至5条线才能进行输送。第三，交流电的平均电压只有峰值的根号1/2，绝缘要按照峰值设计，但只能用到平均电压。从前面的铺垫内容可以看出，我们要的是高效的变压，至于传输的是直流还是交流，并没有关系。如果直流也能高效的变压，就能在做到高效输电的同时避免掉这些问题。这么一来，电流战争有没有可能发生反转呢？先来看这么一个简单的电路，电源是个直流电源，经过一个开关，后面接一个二极管，一个电感，一个电容。开关闭合的时候，电流增加，电感两端产生一个反向电压，因此负载的电压会比电源低。接着开关断开，来自电源的电流下降，电感两端产生正向电压，抵消电流的下降。电感的磁场中存储的能量给负载供能。通过控制开关闭合断开的时机，可以让负载得到的电压低于电源。假设这些元件都是理想元件，那么这个降压不会有能量损失，可以很高效的把直流电压降低。开关闭合所占时间之比，也就是占空比，决定了降压的倍数。这个电路称为 Buck Converter。再来改一下这个电路的拓扑连接，开关闭合的时候，
电感的电流增加，在两端产生反向电压，开关右边没有电压，这时候开关断开，电感两端产生正向电压，和电源串联之后向右边供电，因此电容和负载的电压会高于电源，如此反复，电压会一直升高，这就能把直流电压升高。同样，开关的占空比决定了升压的程度，这个电路称为 boost converter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以升压降压的 buck boost converter 和 Sepik converter 等等。是的，就这样，直流也实现了变压，而且交流变压的话，变压器的线圈一定，变压比例就定了，除非靠机械运动调整连接点的位置。这几种直流变压电路只需要调整开关的占空比，就能连续调整变换后的电压。有了这样的直流变换，高压交流电到低压直流电就可以换个思路，先把高压交流电直接整流成高压直流电，再经过降压得到低压直流电，这称为开关电源。输入的电压在100到240伏都行，里面有个专门的芯片测量输出电压，反馈回来调整占空比，使得输出电压保持在需要的值。这时候有人会说了，线性电源有个变压器，两端的电器上是完全隔离的，但这几种直流变换没有。这好办，改改就行。如果把电感改成变压器，在开关闭合断开的时候，能量就能传到次级，给下游供电。这时候开关的占空比和变压器的参数联合决定了电压变换的程度，这就做到了完全的电气隔离。虽然和线性电源一样有变压器，但不同的是频率。变压器有个特点，要变换相同功率的交流电，频率越高，芯就能越小。就好像要运送同样多的水，要减少水龙头开关的次数，就得用大桶装水。如果允许频繁开关水龙头，那就只要用个小桶。所以，如果要从市电的交流电来变换，就得有个又大又沉的芯来处理50赫兹的交流电。飞机上为了降低体积和重量，用的是400赫兹的交流电。而在开关电源里，频率由电路主动控制，可以远高于这些，变压器就能更小。所以现在在中低功率的家用电器里，开关电源已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线性电源。此外，在电动车之类的场合，直流变压负责把电池的电压提升到电机的几百伏，提高功率。现在我们看到了直流也可以高效的隔离变压。好了，其他都好说，问题就在那个开关。这样的开关需要用信号来控制，传统机械开关的继电器虽然能做这件事情，但机械运动寿命有限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，没办法用在这里。不过继电器结构很直观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讲解。继电器的信号输入让电磁铁产生磁场，吸引电输推动触点，导通电路。控制是能控制，但有几个大问题。首先，这里的信号要用来给电磁铁供能，也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电流和电压，而且为了让开关保持导通，信号得持续提供电流，这个开销降低了能量利用率。其次，电磁铁不是通电的一瞬间就能吸住电输，得等到电流大到某个时候，电输也得移动一段距离才能合上触点，所以这中间会有个延迟。再者，两个触点不是在一瞬间就完全接触，而是有个接触面积从小到大的过程，所以电阻从大到小，使得通过开关的电流从小到大，像个斜坡。这个过程中的电阻也会损耗功率，降低效率。在信号撤掉的时候，也有类似的延迟和斜坡。更要命的是，如果信号频率高到一定程度，会出现信号都已经撤掉了，开关还没升到头就得开始降，从来就没有完全打开过，能通过的电流也大打折扣。这种情况说明开关响应频率不够快，能量浪费在开关的过程中了。最后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，就是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，开关两端能隔绝多高的电压。如果电压太高，会击穿开关，让电路总是通着，失去了开关的作用。这方面继电器还行，机械触点之间至少是空气作为绝缘，1厘米能隔绝10000伏，还有抽成真空或者填充绝缘油的。但是即便不考虑寿命因素，继电器那极低的开关频率也就100赫兹，使得效率低到不可接受。这里得用电子开关，电子开关仍然有延迟和斜坡，只是变短了。早期有用晶体3极管作为这个开关，比如这样，积极没有电流的话，就等于开关断开，积极给个电流，就是开关闭合。
三极管没有机械运动部件，但仍然是电流驱动的。极电极能过多大电流，取决于机极能给多大电流，乘上一个贝塔系数。所以用它来对大电流的电路进行切换，你也得提供一个大电流，要么就用多个三极管一级一级放大上去。同样，即便开关全开，这个电流也得持续提供。在频率方面，三极管的切换可以到1到10千赫兹这个级别，比继电器强多了。极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耐压可以到上千伏。接着，在 MOSFET 发明之后，人们立刻意识到，把它用在这里作为开关，可以进一步改进直流变压。MOSFET 是电压驱动的，只要给山极提供一个电压，就能让原极和漏极导通，撤掉电压就断开，相当于电容的充放电而已。稳定之后就不再有电流流过，开销很小。MOSFET 的延迟小，斜坡还陡很多，这使得切换频率能到10到100千赫兹。所以这里换成 MOSFET， 电路会变简单，效率也能更高。现在用 MOSFET 的直流变换电路，效率可以到 90% 以上。这也是60年代 MOSFET 发明之后，开关电源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。当然，这怪不了爱迪生和特斯拉，在电流战争的年代，连晶体管都还没发明，更没法想到用开关的方法进行直流变换。但是 MOSFET 也有它鲜明的缺点，原极和漏极之间的耐压只有几百伏，那么大功率的场景下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两个连接起来，这叫做 IGBT， 能继续用电压驱动，同时能切换大功率，但是切换频率最终还是受限于三极管，效率还是不够高。随着半导体技术进一步发展， MOSFET 有了2个新成员。首先登场的是碳化硅，这种材料的耐压和耐热能力高于纯硅，用它来做 MOSFET 可以让通过的电压电流都高很多，同时它仍是电压驱动，切换频率甚至比硅基的 MOSFET 还要高，能到兆赫兹级别。现在碳化硅 MOSFET 在电动车领域开始流行，逐步取代 IGBT 的作用。特斯拉 Model 3用碳化硅 MOSFET 后，效率提高了，续航提高了。另一条路，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的功率，如何通过提高频率而提高效率？这得看氮化镓。用它来做 MOSFET， 延迟更小，斜坡更陡，切换频率能超过1G 赫兹，甚至有用氮化镓 MOSFET 产生微波的做法，体积和效率都高于传统的磁控管。这2年手机充电器很流行的氮化镓技术，就是把硅基的 MOSFET 换成氮化镓的，提高频率。前面提到过变压器的大小和频率的关系，所以氮化镓的充电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，体积和重量都小很多。以碳化硅和氮化镓为材料的半导体正在实用领域崭露头角，还在研究领域的有基于3氧化二镓的，在保持氮化镓优点的同时，耐压还能高很多。但是氧化镓的导热能力差，没办法通过很大的电流，限制了它的发展。未来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出现，这方面一定还会继续推进，目标仍是高耐压、高导热、高频率。所以说，直流也有方法进行高效变换，这不是交流电的专利。未来的大趋势是高压直流输电网络，现在的交流电网设施以后也能换成走直流，不用重新建设，因为不需要3相电，3条火箭都可以改通直流电的正极，电压还能是峰值的，总容量是交流输电的近3倍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更新了一些中学教科书的说法？下一期我们来看一些不一样的内容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